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小寿星，你点的这些龙虾辣面、辣子鸡丁，口味都比较辣，你确定你爱吃这些吗？爸爸爱吃的，就是我爱吃的。生日宴一般都是大人准备，小寿星怎么自己准备呀？爸爸太忙了，没时间，所以我自己就来了。怎么有人这样当爸爸？你误会了，爸爸只是暂时没时间，马上就有很多时间陪我了，超级多时间哦。听说陆总有个女儿聪明可爱，怎么不见带她出来看看？快了，下周呢就把她户口迁回来，到时候我会举办盛大的回家宴，向大家正式介绍。爸爸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你终于在妈妈去世10年后接受我了。辛苦你也帮我准备宴会了，我要去找爸爸了。儿童房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什么时候把团团小姐接回来比较合适？爸爸，接她？我怎么可能？她那个灾星姐，那个房间是给安安准备的。您收养其他女儿，难道就不怕团团小姐她？怕什么？怕她离开吗？她在我眼里就是个索命鬼，要是没有她，魏魏就不会难产而死。她走了正好，免得碍我的眼。您既然这么讨厌团团小姐，怎么还给她买礼物？团团小姐收到礼物的时候很开心，还以为你终于肯接受她了。我又没养过女孩，更不知道女孩喜欢什么。我做这些不过是积累经验给安安，免得安安到时候受委屈。她在我眼里就是个索命鬼，不过是积累经验给安安。原来团团这么让爸爸讨厌，是不是我消失了，爸爸才会开心？那团团愿意成全爸爸。奶奶，您之前说给团团找的新家还算数吗？团团想走了，现在就想走。团团，与其让你爸爸憎恨你，留你在陆家过苦日子，不如找个好人家收养你，这样起码等我死了，还有人心疼你。团团，这2位是首富和首富夫人，也是你以后的养父母。对，这个是收养协议，我和团团都已经签了字。这是我的所有财产，我愿意转给团团，或者转给你们也行，只求你们一定要好好对团团。不用了，老夫人。团团这么乖，但是为什么他爸爸会这样对他呢？当年，医生，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啊？陆先生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脑部受到了重创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车祸的记忆。至于单女士，她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在生产时已经大量出血，抱歉，我们无能为力了。喂，启明，薇薇啊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明儿不听你的话，酒后驾驶，才让你车祸大出血。啊，不怪启明，您别告诉他，我是因为他出事。这怎么可以啊？我不希望他带着负罪感度过余生。妈，求你了。
住手！快！别怕黑，下面那么冷那么黑，你让我去陪他干嘛？不行啊，明儿，你想想团团是微微用命换来的孩子，是你们俩的骨血呀！为了团团，你都要坚强的活下去。要不是他，微微也不会带出钱而死。快，把微微还给我！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护士，有人吗？护士！陆总宠妻，人尽皆知，爱得连命都可以不要。是啊，在他心里，10个孩子都抵不过自己的老婆。安眠药，快下去洗胃！这下孩子要惨了。微微，我10年来按照你的遗愿帮你保密，却让明儿误以为是生团团害你大出血。这明明就不是孩子的错呀！既然陆先生这么不懂得珍惜这份骨肉亲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定会视如己出，照顾好团团。团团，你愿意跟我们走吗？团团愿意。签字盖章的协议流程需要3天，3天后，我们会带着协议书来接走团团。不过他爸爸欺负团团这么久，该团团拿的1分也不能少。我记得陆谦的别墅是团团妈妈留给团团的，等他走后，我们会收回来的。奶奶，最后3天能让爸爸陪我过完生日吗？好，奶奶这就打电话给你爸爸，让他陪你过完最后一个生日。过个生日这么大费周章，让我专门回来，真是干什么呢？先生，老夫人说团团小姐要走了，让我帮忙收拾她的行李。走？她去哪儿了？行了，快了，下周呢就把她户口迁回来。我知道了。爸爸，自作聪明，我要接回来的人不是你。听说我要接人回来，你居然哪没给我施压把你户口迁回来？你果然是个宿命鬼，一天天心思那么重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该接纳团团，正式把团团的户口迁回陆家了。奶奶，我听管家爷爷说，爸爸住的别墅是妈妈留给我的，是不是说明我可以搬到爸爸那里住，可以和爸爸住在一起？那当然了，明儿就算不同意啊，我打都要打得他同意。陆团团出生害死微微，现在还要惦记微微留下的遗产，你果然是个天生怪种，亏我还想好好接纳你。爸爸，等等团团！等等团团！灵药材料都准备好了，还是又是什么苦情戏吧？我告诉你，少动些歪心思，我是不可能带你回去的。爸爸，不是的，这其实是……安安，
怎么了？叔叔，想你了。想叔叔了？叔叔也想你了。哎啊，不哭不哭，叔叔这就去接你啊。先去阳光福利院，给你找个玩伴，顺便你也跟他学习学习，少一天净弄些歪心思。爸爸，原来你不是不爱女儿，只是你爱的女儿不是我。哎，叔叔好想你。叔叔，安也想你了。他和妈妈长得好像。啊，陆叔叔给你准备了漂亮的儿童房，还有很多玩具和你喜欢的裙子。以后呢，陆叔叔家就是你的家，好不好？谢谢陆叔叔。乖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陆家最幸福的小公主，怎么样？原来爸爸想要的是这样和妈妈长得像的女儿，而不是我。叔叔，这就是你以前安安说的团团姐姐吗？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呀？好可怜哦。她就是装可怜习惯了。陆叔叔，团团姐姐也是你的女儿，安想要她做朋友。你好，团团姐姐，我叫陆善安，这可是叔叔给我起的名字哦。你叫什么呀？爸爸，奶奶说这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，陆善安。爸爸的陆，妈妈的善，还有团团平安的安。闭嘴！谁允许你起这个名字的？告诉你，你就是克死你妈妈的灾星，这个家里谁都可以提，就你不配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？不就是一个名字吗？计较什么呀？可是这是妈妈留给团团唯一的东西了，为什么妈妈连这都不留给我？叔叔，是不是安安说错话，让团团姐姐不开心了？安安不是故意的。是他自己不懂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乖。外面太阳大，先上车吧。名字的事，以后再不找他别的。团团姐姐不要怪我，在孤儿院就是什么都要靠自己争取的，不想再留在孤儿院被别人孩子欺负，就只能得到爸爸的喜欢。爸爸，如果你知道今天是和团团过的最后一个生日，你会后悔吗？爸爸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哇，陆叔叔，没想到团团姐姐过生日，你也给我点了最喜欢吃的龙虾拉面呀！爸爸爱吃的龙虾拉面，还有我喜欢吃的辣子鸡丁。辣子鸡丁爸爸也喜欢。叔叔不吃了，这些都是给你点的。原来我以为爸爸爱吃的东西都是安安喜欢的，我了解的爸爸也不是爸爸，而是他心里的另一个孩子。陆叔叔，我今天不想吃面条，你帮我剥虾好不好？爸爸对虾壳过敏，他不能剥虾，剥了虾会很难受的。没事，安安想吃，我剥一次也不要紧。谢谢陆叔叔，你果然对我最好了。陆叔叔加油，陆叔叔加油！爸爸，我们快回家吧，家里有私人医生，肯定有备药的。回什么家？我的家是给安安准备的，你别想跟着我回家。我是在担心你。随便找个酒店也行。
团团小姐，现在下雨，车被堵住了，过民要送不过来，但陆总情况危急。你尽量开到最近的地方，我来帮爸爸送药。让你淋雨了，对不起。爸爸，这是你第一次抱我。我不想舍得，对不起，不想懂得，是谁都怪叔叔没有养过孩子，让你在孤儿院受苦了。说谎伤害，对不起，叔叔现在知道，叔叔知道怎么养小孩，怎么哄小孩开心。叔叔还学会了怎么去给小孩讲睡前故事。叔叔现在真的知道怎么好好爱孩子了。叔叔真知道。爸爸，原来答案是这种感觉，原来你的怀抱是这种感觉。团团是个小偷，就这多这一次好了。哼，团团姐姐，你知道吧？我马上就要被陆叔叔领养了。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？我会更早住进陆叔叔大房子，更早把户口迁上，成为他法律上真正的女儿。听说你以前为了进陆家，费了不少心思，又是装可怜，又是送东西，可惜怎么努力都比不上我一根手指头。陆叔叔已经向我保证了，以后他只会有我一个女儿，你永远都是个外人。反正都要离开了，说这些也没任何意义。团团姐姐不会是生气了吧？陆叔叔说了，以后我也会是你妈妈的女儿，给阿姨烧纸祭祀。但是安安不想认一个孤魂野鬼当妈妈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不准你这么说我妈妈！你在干什么？陆叔叔，团团姐姐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。道歉！我再说一遍，道歉！不是我的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明明是他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也不要让团团姐姐道歉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死性不改。安安别哭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好羡慕团团姐姐有爸爸管，就算被骂也是幸福的，不像我在孤儿院任人欺负。陆叔叔，我可以叫你一声爸爸吗？不行，那是我爸爸。你都讲了那么多东西了，就再多等2天都不行吗？够了，他想你什么了？安安他不过是想叫声爸爸而已。安安，没事，想叫就叫吧。爸爸，你已经有别的女儿了，是不是也不需要我了？你做出这副样子要给谁看？真的是我亲生女儿就欺负安安？告诉你，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害死薇薇的凶手和灾星，你根本就不配叫我爸爸。好，我不会再叫了。我只是让安安叫我爸爸，没别的意思。陆启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欺负团团，当着团团的面让别人叫你爸爸，你就这么见不得他？妈，我真没欺负他，是他自己心术不正，一心逼我把他带回陆家，可才把安安推倒了。什么叫你带他回陆家？陆家别墅本来就是微微留给团团的，他回陆家天经地义。都是他自找，而且我说的也是实话，如果没有他，微微怎么可能死？你这个混蛋！微微根本不是。奶奶，不要说了，我道歉，是我不该推安安，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争了。明天之后，我就不再是你的女儿，也不会再碍你的眼了，爸爸。你知道就好，明天
我给安安签好户口，办归家宴，到时候你也可以回陆家。妈，明天安安归家宴，各界人士都会过来，你是长辈，必须要在现场。现在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奶奶，以后你有新的孙女，再也不用因为我跟爸爸吵架了。爸爸，这么多年，你只对我笑过一次。团团，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，她生前最怕你出生。这玩偶就当是我替她送给你的礼物。妈妈的忌日是爸爸最爱我的一天，每年都会替妈妈送我礼物。爸爸抱抱。团团，对不起。爸爸现在不是不爱你，爸爸只是还接受不了妈妈的死和你有关。再给爸爸一点时间，爸爸一定是会接受你的，好吗？对不起，爸爸，你已经把爱给了别的孩子，团团等不到了。李叔，帮我把这个箱子送到爸爸那里，送到门口就行。爸爸，看到这些礼物，你能在团团走之前送送团团吗？哼，切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就吩咐我送这么个破箱子，安安小姐那边还等着我去伺候呢。切，懒得管你的破闲事儿。团团，你真的想好要跟我们一起走了吗？欢迎大小姐回家。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。闭嘴！谁说你提这个名字？我又没养过你，更不知道女孩喜欢什么。做这些，不过是为了积累经验啊，免得安安受委屈。枕头下的童话书，私自收藏的情书，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？哇，好漂亮呀！森林的小路，会不会遇到路？故事是爸爸一直不肯给我的公主房，和妈妈在梦里给团团的一模一样。我戴上华丽假面，转身躲进黑礼服。请和我亲吻，这童话还没有结束。天亮后让爸爸10年都不愿意给团团送一件小裙子，这里只有整整3面墙。欢迎大小姐回家。
团团，这个呢是爸爸妈妈给你的零花钱，想吃什么，想去哪里玩，就用这张卡，不必问爸爸妈妈。在爸爸身边10年得不到的东西，原来只用在富爸爸和苏妈妈家1天就能得到。团团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现在是我们富家的孩子，但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字，所以啊，我和妈妈想给你取个新的名。团团像个温暖的小太阳，又像天上闪闪的星星，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小宝贝，所以我们想了很久，想叫你富暖星。小名还叫团团。富暖星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你给我记住，是个克死你妈妈的灾星，这名字你永远都不配。你好，团团姐姐，我叫陆善安，这是叔叔给我取的名字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？不就是一个名字而已，你少在这儿胡搅蛮缠。喜欢，我很喜欢，谢谢爸爸妈妈。陆总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是安安小姐吧？可真漂亮，和您太太可真像。您的另外一个女儿团团小姐呢？怎么没有来啊？哎呀，都是您的女儿，陆总您可不要偏心啊。这是他第一次回陆家，可能路上有点堵车，一会儿肯定就到了。妈，你们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别闹了，赶紧过来。今天是安安的归家宴，那个当姐的不在，成何体统？齐明，团团不会回来了。他又闹脾气了是吧？就因为今天安安是主角，抢了他风头，他心里不平衡，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低头，把户口给迁回来。爸爸，是不是因为安安团团姐姐才生气不来的？要不然还是让团团姐姐回来吧，安安可以回孤儿院，只要团团姐姐和爸爸开心就好。胡说，这就是你家，我看谁敢赶你走。妈，你看他多懂事，反驳团团，心胸狭隘，还用不来宴会来威胁。齐明，团团不会永远等你。我看他就是故意吸引我注意力，好趁机提条件让他闹吧。我倒要看他闹多久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会灰溜溜回来的。哎呀妈，你要是累了，就先去休息室歇会儿。今天是安安的好日子，别被这扫兴的事影响心情。安安，爸爸带你吃蛋糕。好。吃蛋糕喽！好不好吃？哎呀！来，思辰，过来。正好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呢是我们儿子，以后啊也是你哥哥了。你们还真是吃饱了撑的，还嫌家里不够清洁，费这么大周折，就为了接这么个小麻烦进回来。对不起，哥哥，都是团团不好。你这个兔崽子，我不要打哥哥！让开，少在这假惺惺！你给我站住！肯定是因为团团来了，哥哥才会生气的。团团可以回去的，你们不要这样。傻孩子，都是他不懂事，从小被我们给宠坏了，这几年啊，越来越叛逆了。我一直以为他心心念念想有个妹妹，现在有了团团，他就能有所改变。可是你看他，可是你们领养团团的目的是为了哥哥，为什么还要对哥哥生气呢？这样的话，团团就像安安一样，安安抢走了属于团团的爱，现在团团也抢走了属于哥哥的爱。怎么会呢？这不一样。不，这是一样的。哥哥是你们的儿子，他肯定是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回来还看见你们只关心团团，心里很难受，才会这样表达自己。没想到这个家2个大人还没一个小孩子懂我。哼，
妈，你们别着急，你们领养团团是为了哥哥，团团一定引领哥哥上正途。两个老东西，我帮你们处理搞你们公司的人，不领情就算了，你们居然还要打我！还有那个烦人精，别以为你说几句好话我就会……你谁让你进来的？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多伤？是不是被坏蛋欺负了呀？哼，谁敢欺负我？都是我揍别人，懂不懂啊？赶紧滚！哥哥你别动，这里你抹不到药，团团帮你。你还真会抹药啊？对呀，以前我经常睡觉自己抹。你家里人都不管你啊？哥哥，爸爸说这个卡能买好多东西，你拿去买最好的药，或者买糖，吃了糖就不疼了。这麻烦精也不是那么讨厌，一般可爱吧。行了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这卡你收好，别随便给人家看见。还有，刚刚在楼下谢了。哥哥，你是不是不讨厌我了呀？谁说不讨厌了？不过，看在你还算有点情谊的份上，明天带你去商场逛逛吧，省得你像个土包子一样，连黑卡怎么用都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哥哥要带我去商场？好呀！甜不甜？吃了就不疼了。药平时都是团团准备的，他明知道我不能断药，怎么会？药。妈，怎么是你？团团呢？他还真不敢来了。我说了，团团已经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个蠢货竟然真的走了，太好了！既然他走了，那爸爸永远只会有我一个女儿，再也不会保送到孤儿院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舍得走？妈，你又配合他骗我，非得让我去找他。爸爸，你之前说答应安要给安买新裙子，我们现在就去好不好？好，爸爸现在就陪安安去买。可是安安好，不像你团团姐姐，一天到晚只会瞎闹。走。欢迎大少爷、大小姐。从今天起，这家商场归这个小屁孩了。恭喜大小姐成为我们商场的新主人。整个商场都给我。你整天穿的这些破烂，别人都以为我们公司倒闭了。好了，我去处理这家商场的股份转让协议。你，把我给你准备的裙子都试了。哇，原来被宠着这么开心，团团好幸福呀！把这一层女孩穿的童装都给我包起来。陆团团，你离家出走了，起码也够了吗？一边让你奶奶陪你做戏让我愧疚，现在却潇洒逛街，真是好心机，好手段。我没有。爸爸，姐姐那条裙子好好看呀，安可以要吗？你要吗？抱歉，这位小姐，这件裙子是意大利知名设计师定制款，全球仅此一件，不是有钱就能买的。怎么可能？那团团姐姐怎么能买到？爸爸，
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商场的裙子都包下来给我的？哎呀，行了，衣服都那么多了，把这个裙子让给安安妹妹穿吧。爸爸，我想要这条裙子，你能给我买吗？我的生日快到了。我给你的钱是让你买必需品的，不是让你乱花的。你看看这价格，你妈妈当年最是勤俭持家，从不追求攀比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她？对不起，爸爸，团团不要了。爸爸，直到我去了傅家，才真正明白，爱是没有条件的。哥哥虽然凶，但是他会微笑，但是他会给我买很多衣服。傅爸爸、傅妈妈会因为我开心而开心，但在陆家，我再怎么努力，你也不会爱我。装什么可怜啊？你不就是想把户口迁到我名下吗？这样，你把这个衣服让给安安妹妹，我就同意让你回陆家住几天。不用了，不用迁户口了。你这么多年不就为了这个吗？现在还装？那你把衣服给安安，不就是想把户口迁到我名下吗？不必了，你这么想要，就把这件衣服买下来吧。还是暴露了吧？说吧，要多少？看这价格，你妈妈当年最是勤俭持家，从不追求攀比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她？把这一层女孩穿的服装都给我包起来。6000。这是定制。一条裙子你还想要6万？不，我要6000万。你现在给我，我就把这件衣服给你。陆团团，原来你离家出走，为了现在跟我要钱，一个口还要这么多！你不要仗着自己是我女儿就这么肆无忌惮。我从没仗过是你的女儿，你女儿不就是只有她一个吗？只要你把钱给我，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了。好得很呐，陆团团，就你这个处心积虑的样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接纳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来烦你了，陆叔叔。你叫我什么？陆叔叔，我在陆家看你脸色，当了10年乖女儿，我这些年的讨好折算成6000万补偿，不过分吧？这商场怎么回事？给个小孩定制限定衣服就算了，居然到现在还维护他。你要钱是吧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记住，你拿到了钱，你就永远别想上我的户口。好啊，爸爸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还要什么钱？谢谢陆叔叔，以后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了。店员姐姐，麻烦你把这件衣服打包好，送给陆叔叔吧。我都已经答应把鞋给你，还装模作样叫我叔叔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爸爸，你别生气，团团姐姐生气只是为了和我抢一条裙子，她不是故意顶撞你的。团团姐姐，爸爸对你那么好，供你吃穿，你现在还在赌气，快点道歉吧。不，陆叔叔，从你说给我6000万那一刻起，我们钱货两讫，恩断义绝。以后你再也不是我爸爸，我也再也不是你女儿了。陆团团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恩断义绝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先生留步，定制裙需要这位安安小姐重新测量尺寸，您作为监护人，还是陪在这里比较好。爸爸，你之前在孤儿院就说过要给我买好多小裙子的。算了，反正就是小孩子脾气。等到季小六就自己回来了，到时候再重新给他定制一条裙子。你倒是长本事了，要不是今天经理告诉我，你被人欺负了也不肯叫人来找我。怎么，被人欺负忍了就想算了？真是丢我父亲的脸。哼！我不是不叫你，我只是还没习惯有家人为我撑腰。对不起，哥哥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被别人欺负也不解释？为什么被别人欺负也不解释？没用的，在他眼里，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。那我为什么不要钱补偿呢？什么？
城南核心地段竞价保证金不足，还差6000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听见爸爸说缺6000万保证金，我想帮忙。傻孩子，爸爸妈妈，你怎么这么懂事儿？钱的事儿，爸爸妈妈会自己想办法。团团啊，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却为了我们的事儿这么操心。上次也是。上次团团说的很对。思辰，是爸爸妈妈之前对你的态度不好。爸爸为之前对你的态度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没想到你还挺有用的。你们不是今天去逛街买衣服去了吗？团团怎么还是穿的这身啊？还不是那个姓陆的，不仅欺负他，还纵容养女，把衣服都给抢了。什么？好你个陆启明，竟敢如此羞辱我傅家的女儿！还有那个养女，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，她更是眼盲心瞎，不仅苛待妻女儿，还鸠占鹊巢，不许我们团团踏入她妈妈留下的遗产。爸妈，团团的别墅也该收回来了。微微，要是你还在，我们的孩子还会像团团现在这样倔吗？爸爸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安安不好。要是安安不想要裙子，团团姐姐就不会故意气你了。可是你对她那么好，她为什么还那么不懂事呢？她以前其实也挺懂事的。爸爸，就因为她是你亲生女儿，所以这样都能原谅她吗？那要是她再回来，你是不是再也不需要我了？你就是陆启明。你就是陆启明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是团团小姐的委托书，依据其母亲尚未为遗嘱和房产证明，我们依法收回这栋别墅归团团小姐所有。怎么可能？这里不是爸爸的房子吗？一个小孩子赌气闹脾气的话，你们也信？赶紧给我滚，否则我报警了！就算报警，我们也得执行委托，清点物品，收走房子，还请陆先生和其他无关人员离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和薇薇的房子。陆团团，你个不孝女！喂，有什么事儿？你是谁啊？我当然是团团爸爸。你是团团的爸爸？那我是谁？你是对他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团团在你身边受尽委屈，你却眼瞎心盲，只会偏袒，这样也好，以后她就是我的好女儿。你最好离她远点，再敢靠近，收走的就不只是房子了。哎，妈，你来正好。你看这个不孝女，我就说她2句，就要收走我和薇薇的房子，还找人来演戏。你们有我和薇薇的东西，他们弄坏了怎么办？你快让她出来啊！团团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啊？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帮她骗我呀？骗你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团团，我已经做主让他被别人收养了，你别再自以为是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什么时候呀？不，陆叔叔，从你说给我6000万那一刻起，我们钱货两讫，也恩断义绝。以后你再也不是我爸爸，我也再也不是你女儿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行，不能被爸爸知道真相。要是爸爸把团团接回来，知道我陷害过团团，一定会把我送回孤儿院。爸爸，你别这样，团团姐姐对你这么好，这么多年都一直在你身边，她怎么可能离开你，离开这个家呢？是不是真的？等我验证才知道。来，该吃吃。来，团团乖，再吃点鱼啊，吃了聪明。谢谢妈妈。好吃。团团，
刚刚你是收了房，以后陆家的别墅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，再也没有人可以给你脸色看了。这些律师刚才在这资料进去后就没把资料带出来，费多他们的人肯定就在这个饭店，我都要看看陆屯在搞什么鬼。陆团团，既然你都已经被送走了，就别再阴魂不散缠着爸爸了，他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爸爸。啊！那这爸爸，爸爸，没事吧？我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仔细想又想不起来。既然已经决定断了父女情，就不要再有牵扯了。团团，爸爸，我好疼。算了，先去医院要钱。应该是受到了惊吓，伤口只是擦伤，一会儿我给你开个药，你记得给孩子涂上就好。那个背影和团团好像，是他。爸爸，刚才找团团姐姐，差点被车撞到，还好害怕。爸爸，不要担心，团团姐姐在外面没人照顾，也没有钱，一直在外面肯定受不了，还是会回来的。啊，不用管他，从小就这样，心机又倔强，又想要钱又想要房，想得美。就是啊，团团，你走了还想拿这些，明明都应该是我的才对。爸爸，你不是说团团姐姐想得美吗？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哎，团团不像你这么懂事，600块都能花好几个月。他呀，找他那爱慕虚荣的样，不出3天就花完了。他没钱了，自然会来道歉。所以懂事就只给600块，爱慕虚荣就要给6000万吗？钱到账了，爸爸。6000万你不用抽了，团团给你。团团，真是我的乖女儿。想来啊，只有我给别人的钱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钱啊！这种感觉太幸福了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！傻团团，你的好意爸爸妈妈收下了，你先去玩吧。去玩吧。你先去玩吧。去玩吧。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是我没想到陆启明这个人居然如此，对自己的女儿不仅10来年不管不顾，还践踏她的真心。是啊，团团那么懂事，知道我们需要钱，一点都不留给自己，全都给了我们。这样赤诚，我们啊一定要好好对他。团团一直梦想在他妈妈10年后完成让女儿在围棋大赛夺得冠军的承诺。正好就在1个月之后，我们给他请个老师，帮他完成梦想吧。团团的6000万，我们再添上4000万，凑成1个亿，投资围棋协会，让围棋协会的人帮忙，请赵大师出山。就这么办。我当然能够履行我夫人10年前的承诺。今天我已正式邀请我夫人生前受气教导的国棋大师陈国手出山，来教导我的女儿陆珊安。相信在他的指引下，安安一定能够完成微微10年前的承诺。这个呀，是你妈妈用过的棋盘，她曾经是天才围棋师，代表国家队参加决赛，但是在参加国赛的前一天，你爸爸的公司出了问题，他就退出了比赛。
并承诺让他的女儿10年后争夺围棋冠军。果然是这样，在爸爸的眼里，能继承妈妈遗志的女儿只有安安，而我连围棋都不准碰。靠！这姓陆的脑子被门架了吧？还有那小白花，装货！对，太装了。团团，别生气啊，爸爸明天就让他破产。行了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老实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妈妈的围棋老师来教我吗？对了一半。这位围棋大师啊，是你妈妈一直以来很崇拜的围棋大师赵大师，是世界第1围棋手，已经闭关了20年。你妈妈没有拜到这位大师，才会拜在另一位大师名下。你看，哇，梦想成真了！黑5板，黑5板，白6段，白6段，黑棋打吃，黑棋打吃。团团，你很有天赋啊！这才学了1个月，就能在预赛当中获得第1名进入决赛，这对很多人来说啊，那是一辈子都达不到的。谢谢赵大师。明天决赛加油！微微，15年了，又回到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团团这时只想着耍心机，毫无志向。如今你的承诺只能靠安安来完成了，走吧。陆团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之前收走房子就算了，如今你妈妈10年前的承诺你要来破坏吗？陆叔叔，10年后让女儿拿下围棋冠军，是妈妈当初的承诺。但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她的女儿？团团，我承认我之前亏欠，心有怨气，但是我早就说过，围棋方面你真的没有天赋的。对呀，团团姐姐，老师说了，我才是最有天赋的学生。你上了场，只会让妈妈丢了脸吧？你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给我走。你不是想要房子吗？让安安比赛赢了我就把房子给你。爸爸，我可是师承妈妈的老师，我一定会把房子赢回来的。我刚才那步棋下错了，不算，重来。落子无悔，第1次警告。微微最重棋品，宁输不悔。难道我真的选错了？我赢了。黑棋胜，本届围棋冠军是选手团团。耶！太厉害！哎，得意什么？就算是赢了，还不是一个没人要的野种。只要我这张脸还在，爸爸就还只会疼我。单小姐，你真的确定要退出决赛，离开围棋圈吗？是的，为了我先生的事业，这是我必须的选择。至于赢得围棋决赛的梦想，
将在10年后由我的女儿实现。微微，你看见了吗？团团实现了你的承诺，来到这些年真的是我做的太晚。团团选手这次他毕竟是我正的是为了完成亲骨肉， 10年前母亲的承诺参加比赛。我也应该看在你如今你的面子上好母亲好教导已经去世10年，你有什么想这次比对她说的？完赛，我还是让她回家吧。我想对她说，当初她选的丈夫根本不值得她放弃梦想。啊！小姐，微微，是我害了你。我刚才好像想起来什么。陆团的这个女赢了比赛，竟然在这种场合拿微微开玩笑。爸爸，别走，别丢下我，我不是故意输掉比赛，让你失望的。啊，没有，也就在外面野惯了，我把她带回家而已。小不点儿，我就知道你行，把那个小白花杀得片甲不留，简直看得太爽了。这可是我们围棋决赛的冠军，也是个超大的喜事。我们呀，必须给团团办一个热闹的庆功会。也好，就借这个机会啊，正式公开团团的身份。把邀请函给陆启明也送一份。好了，我们回家。走吧。少爷，首富傅家送来了邀请函。傅家最近在商场上一直对我们陆氏集团出手发难，这次主动送来邀请函，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和他们家好好和解。傅家领养的千金怎么和陆团团长得这么像？爸爸，安东呢和单妈妈长得像，肯定也有小朋友和团团姐姐长得像呀。也对。听说傅家领养的千金好像很有钱，不是从孤儿院领养的。我也听说了，前几天啊，担心傅董还给了傅董6000万呢。傅董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到处炫耀自己的女儿乖巧听话。那傅董真有福气，领养的女儿这么懂事。6000万转账，时间也对得上，难道真的是他？不可能，他这几天为了刺激我和安安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怎么可能是首富领养的千金？一定是巧合。爸爸，不是也给团团姐姐转6000万吗？她会不会乱花钱呀？他一个小孩能花多少钱？就算给了他，他最多也就是攒起来。团团，爸爸妈妈先去接待一下客人，你自己先在这玩会儿好吗？在这玩啊。走吧。这里是傅氏的千金庆功宴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放弃了有钱的爸爸，不知道被哪个落魄户领走，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才跟到这里来？我才不后悔呢！不后悔？你现在还在嘴硬。我以后会顶替你在爸爸心里的位置。你以后要是再想回来陆家，爸爸也不会再要你了。你是说那个不分好坏的陆叔叔吗？你想要就给你好了，我不稀罕。我知道你就是口是心非。爸爸已经让我为陆家和首富千金交好，你以后就再也比不上我。首富千金的好朋友，那你知道首富千金是谁吗？哼，反正不是你。陆团团，又是你！那又是安安自己蒙上去的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爸爸，我就是想和团团姐姐打了个招呼，她就突然生气，还把蛋糕涂到我身上。这谁呀？敢在这时候闹事儿？傅家不是已经放话，谁敢在这次宴会搞乱，必须严惩。不行，如果被傅家知道安安陷害人，别说交好，恐怕会被立刻驱逐。那好不容易得来的结束的机会就彻底没了。公子现在经不起傅家打压，只能再委屈一下团团。看你干的好事，就知道故意使坏，去欺负安安妹妹，还不快道歉！果然是他，这种场合欺负人，真是恶毒。看他一声不吭，肯定是心虚了吧？还不赶快道歉！在你心里，就算知道蛋糕不是我做的，那你也要偏袒他，对吗？够了，团团姐姐，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和首富千金交好，别撒谎了。放肆！谁敢欺负我富家千金？你怎么居然变成了富家千金？傅先生、傅太太，你们大家认错人了吧？这是我女儿陆团团，可能只是跟你女儿长得很像，怎么可能？陆启明，白纸黑字，你看清楚，她就是我们领养的富家千金。还有，她现在已经改名叫傅暖心，不再是任由你欺负的陆团团了。你不是说我是因为嫉妒你才和首富千金交好？那请问，我就是首富千金，为什么要怕你和我交好？我没有。还敢撒谎？小小年纪就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连首富千金都敢陷害。有些人把亲生的当成草，反倒把脚家金当宝供着。真是蠢货！行了，今天是我女儿的庆功宴，像这种思路不正，我傅家接待不起。先生，请您从这边离开宴会。什么走开？陆团团是我亲生女儿，是我妻子的骨肉，凭什么让我走开？让开！我说你让开！团团，别紧张啊！这次你的身份公布了以后啊，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陆团团，你胡闹有个限度！当时薇薇为了生你大出血而死，你现在竟然不认她这个女人身份！告诉你，我绝不允许！诸位，在今天的宴会上，我要向大家介绍我傅家的千金傅暖心。等等，傅总，傅家此前宣称考虑在孤儿院收养孩子，但您收养的这位千金根本不是孤儿，是真的吗？有人说傅家有钱有势，强行领养了傅暖心小姐，傅家是否真的没有获得其监护人生父的同意？傅太太，你们傅家收养这位千金，是否只是看中她围棋天赋，想将其作为商业噱头？所谓庆功宴，是否只是作秀？阿姨，你不要相信他们，你快带我去。小小姐，您冷静点，这些人都是受人指使故意来捣乱的，应该是您的生父。这会给爸爸妈妈带来麻烦吗？这次被煽动的舆论，保守估计损失应该高达1000亿，我必须马上去处理。也就是说，我就算被领养，你也能让我低头回去？她就是被傅家收养的那个千金。傅小姐，请问你对霸占首富千金名额、挤掉其他孤儿机会的行为有何解释？已经有了好的家世，您还要抢首富领养名额，是否太过贪心？您考虑过您父亲的感受吗？不是我。团团姐姐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我也是孤儿院的孩子，我们都很渴望被领养，爸爸也很想你，所以你就回来吧。这才是被领养的孩子该有的样子，懂得珍惜，而不是只会占据别人名额，贪得无厌。对，照我看，你就不该抢了这个位置，应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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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出来！你从一出生就克死了薇薇，
在傅家宴请会上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难道我真的只会带来麻烦吗？爸爸妈妈和哥哥是不是也不想要我？谁说我们不要？让开！谁说我们不要？这些媒体都是哪家的？给我记着，送上律师函，把他们全部列为我傅家的黑名单。谁要是还敢用，就是跟我傅家作对。副总，我们只是采访而已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赶出去！别怕，你才不会带来麻烦。只有某些没能力的人，才会把事情怪到一个小孩子身上。以前在陆家，爸爸总说我是个灾星，将妈妈的死和其他的坏事都怪在我身上。少在那假惺惺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又没有在领养协议上签字，我才是她的监护人。你的签字重要吗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？什么意思？陆启明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你厌恶团团，不愿意做他的监护人，走程序已经把他的监护权转给我。领养团团不需要你的同意。妈，陆团团什么首富领养，不过是慈善噱头罢了，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陆总，我们已经核查了团团小姐领养手续完全合规，没有任何法律漏洞。团团小姐确实回不来了。没想到陆团团命这么好，没了陆家还有傅家要她。不过她不回来也好，这样我就永远是陆家唯一的千金。你在干什么？先生，是团团小姐吩咐我这么做的。她说这些东西很晦气又很占地方，让我一件不留全都烧干净。她还说了什么？她还说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可以让安安小姐给您准备。哎，谁让你继续烧了？这些年，原来团团给我送过这么多东西。爸爸，我听说你最近失眠了，给你买了个失眠枕头。做枕头自然有佣人会做。对不起，爸爸，以后我不会了。爸爸抱抱。对不起，团团，爸爸不是不爱你，只是爸爸还没准备好，没办法接受你妈妈的死和你有关。团团，再等等爸爸好吗？爸爸会努力接受你。微微，难道这么多年我真的错了吗？有，先生，先生，有，你说什么？药在哪？
家里的药之前都是团团小姐在管的，我不知道药在哪里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要是团团在就好了，有他在再说。我从来没操心过这些。你不是跟别人走了吗？别又来看我，就能把你带回去。是。爸，你看。哎呦，不是说呀，人都走了吗？别以为你回来找我，我就会让你回来。给我闭嘴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呦，陆总，还不是被你请的记者挤得撞到玻璃上，划伤了。哎呦，团团，爸爸好疼啊！爸爸，不要动，我来帮你。哦，嘿嘿嘿。哎呀，陆总啊，这大晚上躺在这儿也没个人照顾，确实挺可怜的呀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还得好好感谢感谢你。要不是你错把珍珠当榆木啊，我还得不到这么贴心的小棉袄哟。傅延生，你少得意，团团只是一时闹脾气离家出走，他只早回来。你是属敦煌的吗？壁画那么多，整个荣场谁不知道你想抢我妹妹想疯了？还不惜找来记者毁我傅家名誉，现在还在这嘴硬。爸，为了避免某些人把团团带走，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对，团团，我们快走，等下有坏人，免得这个坏人啊抢走我们的团团。快走！爸爸，累了吧？喝水。爸爸好久没关心我了，如果他真的想接回团团，会不会把我送回孤儿院？微微，现在团团越发叛逆了，连我这个爸都不认了，你也不托梦管管的。爸爸，你看，我这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3名，老师说我进步很大。爸爸最喜欢成绩好的孩子，我以后都努力，好不好？安安乖，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嗯。这种考试，团团每次都能得第一，怎么安安？微微，安安除了长得像你，怎么其他方面看着越来越不像你了？爸爸，在你心里，为什么我永远只能做妈妈的影子？为什么我在你心里都比不上妈妈，比不上团团？不行，我不能被送回孤儿院，我必须比团团更好，成为爸爸唯一的女儿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爸爸，我在家里有点无聊，想找团团姐姐的故事书，但好像只有这本数学书。团团姐姐她很喜欢数学吗？团团之前
除了想学围棋之外，就是想冲刺少年庆美班。不过这个每年只有1个名额，他今年应该已经在训练营冲刺庆美班了。只有1个名额，这不就是我的天赐良机吗？只要我能打败他，爸爸的注意力肯定能回到我身上。爸爸，我也想去参加训练营。之前我在孤儿院，院长经常夸我数学好，我也想去试试。想去就去吧，而且少年庆美班难度很大，你也未必考得过团团，就当去试试吧。谢谢爸爸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团团，原来你一直这么优秀，为什么我才发现？嘿，团团，你歇会儿吧。听说清北训练选拔营强度非常大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要不，咱不去了，反正哥哥养你一辈子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是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名额。为什么？你围棋都拿了冠军了，还不够证明自己啊？咱们家也不需要这个来锦上添花。不一样，上次庆功宴被记者宣传后，好多人都说爸爸妈妈选错人了。我想用实力跟大家说，傅家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好，不愧是我傅思辰的妹妹，哥支持你。不过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，不许硬撑啊！你的背后还有我们全家支持你呢。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带着好消息回来的。这次考核就是进入清北班的关键，我必须拿到名额。这次试卷全都是我复盘过的题材类型，应该没问题。同学们安静，这次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这将作为清北班最终选拔的重要参考。现在宣布第1名，第1名是安安同学，恭喜！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每题都没问题啊！那不是我的自己吗？难道……老师，既然是第1名，那能否请您将安安同学的试卷展示给大家，学习一下，也好让我们知道相差在哪里。不用了，老师，成绩都公布了，看试卷有什么用？老师，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。既然有同学想学习，展示一下也无妨。安安同学，你就别谦虚了。那不是团团的字迹吗？怎么是安安的名字？老师，这份试卷是我的，上面的解题思路是我写的，根本就不是安安的试卷。你胡说！你就是嫉妒我考了第1名，这明明就是我的试卷。够了，安静！这件事情性质很严重，已经不仅仅是成绩的问题了。现在立刻通知双方家长来办公室，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得离开。双方家长都到了，今天请你们来，是因为在本次重要考试中出现了极其恶劣的情况，有同学涉嫌窃取调换他人试卷，冒名顶替第1名。爸爸，我这段时间考试我努力，你都能看到的。只是我和团团姐姐的字迹有点像，但是考试的名字都是我的。可是团团姐姐硬说是她的。安安平时在孤儿院成绩很好，这次又是超常发挥。虽然安安成绩平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相信安安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团团有可能是看错了。什么看错了？别以为你自己眼瞎，别人就也眼瞎。作弊就是作弊，还说什么超常发挥？哼，陆先生倒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
既然看错了，那老师调一下监控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抱歉，傅先生，我已经第一时间查过监控，那段时间的监控录像坏了。幸好我买通人的时候，让他调换试卷的时候把监控一起破坏，这下死无对证了。想要证明很简单，我们重考。对啊，我差点忘了，那我现在就安排重考。不行，不能重考，我明明就是超常发挥，为什么要重考？安，你既然考了第一次，那第二次也不是问题。去吧。团团满分，安安28分。团团满分，安安28分。你竟然真的作弊啊！爸爸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怕你失落，然后不要我了。那也不是你作弊的理由啊！安安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，快去收拾东西离开吧。安安怎么变成这样？先是围棋比赛，又是陷害，难道……帮我查一下安安最近在做什么事。好了，团团，你先回去继续上课。至于这个成绩，老师会帮你再问问的，但很可能……我知道了，爸爸妈妈，我先去上课了。陆团团，你都有2个有钱有势的新爸妈了，怎么还不肯放过我，让我在爸爸面前丢脸？明明是你自己作弊被拆穿了，那是你自己造成的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？这里是废弃厕所，没有人会来的。你说你要是在这里待2天，会不会永远消失？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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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团团不见了！什么？团团不见了？什么？安，你刚才不是和团团在一起？你有看到团团吗？没有啊，说不定他自己走了。爸爸不是说过，团团姐姐在陆家时就生气，就会躲起来，让别人都找不到嘛。确实是这样。不可能，团团不会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。元神，我们快去找啊！你们别找了，我都已经看见他都离开这里了。你说谎，明明是你把我锁在厕所里，你不会以为厕所外面没监控吧？陆启明，你还真是收养了个心思恶毒的养女。小小年纪居然如此龌龊，谋害我富家千金，这件事情我会报警处理。爸爸，我知道错了。陆总，您吩咐的事已经查清楚，安安小姐在领养前的酒店里就已经陷害了团团小姐，让您误以为是团团小姐。之后安安小姐得知团团小姐被领养的事，多次阻止误导，让您和团团小姐父女离析。这次安排人调换团团小姐的试卷，也是借了您的名义。安安，你怎么敢呢？爸爸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。你不是最喜欢我长得像妈妈吗？我可以替她和团团姐姐陪着你，你不要赶我走。闭嘴！谁允许你提这个名字？你连他们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我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你了。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是我逼你把陆珊珊的名字给我的吗？生而不养，把她逼走，现在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
就算世界不善变，当你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求证永远。人生的空白页，为你哥哥，不要生气了，和你在一起已经够开心了。哼，要不是因为陆启明那个好养女，你重考的成绩也无法算数。今年清北少年班的特招名额直接轮空，你努力了那么久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团团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小熊，爸爸给你洗干净拿来了，你就原谅爸爸好不好？陆叔叔，无亲无故的，不用了。团团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，这都是个误会，安已经被爸爸送回孤儿院了，以后你就是陆家唯一的女儿，看在微微的份上，你就原谅爸爸好不好？住口！你还有脸提团团的妈妈？最不配提她的人就是你。当初我已经有爸爸了，从你答应给我6000万，我们前后2期那刻起，我们的父女情分就已经断了，就当我们不认识吧。一转眼，咱们的女儿就要出生了，一定会像你一样温柔漂亮。我就把我亲手做的小熊送给她。好好开车，这样很危险的。放心吧，我看着的。小心！薇薇，是我害死了你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还一直以为是团团做的，苛责他，总让别人欺负他。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是我逼你把陆珊珊的名字给我的吗？生而不养，把他逼走，现在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如果我自己不肯面对，是我自己杀的，我还把一切怪到团团身上。薇薇，你这么多年没给我多句话，是不是也在怪我，也在可怜我唾弃我们的女儿？团团，爸爸错了，爸爸真的错了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妈妈。哥哥，我是不是太懦弱了？他从来没有对我尽了爸爸的责任，可是我看到他很痛苦，还是会心疼。我明明应该恨他才对。不，团团，你这不是懦弱，你只是太善良了。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报复才是真理。对了，清北少年班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和爸爸妈妈呀，给你争取了新的机会，去国外深造学习，继续你的梦想。那你和爸爸妈妈呢？傻瓜，当然是陪你一起追寻梦想呀。我们家在国外也有很多公司的好不好？爸爸，以前我爱你的时候，你不爱我，可现在我不需要你的爱，你才恢复记忆。或许我们就是有缘无分。现在知道难受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车祸的事情？当初微微去世，你不惜殉情，
我哪里还敢告诉你啊？那薇薇走的时候，是不是恨死我了？不，齐明啊，薇薇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怪过你一丝一毫，她只留下最后一个心愿，希望你好好照顾团团。可团团现在已经不会叫我爸爸了，她已经是别人的女儿了，我连想弥补都没有机会。你车祸的时候一直抓着她，这其实是团团临走时给你留下的，但是你偏爱安安，下人阳奉阴违扣下了她。当时如果能够及时拿给你，原来团团临走之前一直在跟我挽留他，可是我却一次次错过了挽留他的机会。妈，我要去找团团道歉。喂，帮我查一下团团的位置。团团小姐已经决定出国留学，现在和傅家人出发去机场。什么？她要走？爸爸，我要走了，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以前你错过了团团的生日，错过了团团的围棋比赛，错过了团团每一次难过和需要。这次我要走，你也会像以前一样难过吗？团团，上车。我们小区外人禁止入内。让我进去，我女儿在里面，让我进去。抱歉，先生。让我进去，我女儿在里面。抱歉，先生，我女儿在里面。您可以尝试联系您的女儿。用起伏的背影。团团，爸爸错了，团团，爸爸真错了。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小熊，团团，我给你带来了，团团。每个人听，团团，许多眼睛，团团，答应爸爸，等我爱你，我在等你啊，团团。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，用简单的言语。